飞宇不要太尴尬。最近举行了上海国际电影节，国内外众多明星都赶赴上海参加1年1度的电影盛会。这次的红毯上星光熠熠，好莱坞巨星杰森·斯坦森的出现更是让观众们一片沸腾。然而，在这样万众瞩目的时刻，总是会有一些人做出一些匪夷所思的事情来博取话题。6月11日，陈凯歌儿子陈飞宇忽然遭到了全网群嘲，本以为又有什么塌房大事发生，结果是他在出席某活动时，在观众席上做出的动作，引得全网热议。在上海国际电影节颁奖典礼现场，陈飞宇坐在观众席上一点都不安分。为了让自己360度无死角，帅气的出现在摄影师的镜头里，陈飞宇可是下足了功夫。陈飞宇一身黑色西装坐在观众席上，本来看着还有几分帅气。只见他回头看了一眼，然后抬起骄傲的脑袋，拽了拽领带，然后双手合十，做了一个油腻霸总式的眼神杀。短短8秒的时间，陈飞宇又是扯领带，又是交叉双手，最后还来了一个霸总凝视般的眼神杀。这3杀造型将自己演绎的犹如一个上市集团的霸总。陈飞宇这套霸总组合拳打出，可能是觉得自己很帅很拽，可是观众们看到这样的陈飞宇，却感觉到好油腻，都在调侃这是从吴亦凡和张翰那里学来的动作吗？陈飞宇这样的举动之所以引发全网嘲讽，除了是因为他的父亲陈凯歌以外，更重要的是陈飞宇这些举动太刻意，有点装模作样的感觉在里面。网友的辣评也是非常贴切，又想做霸总，但是又有点放不开，最后做成了4不像霸总。看着陈飞宇在观众席上那8秒的装 X 动作，很多网友都在嘲讽，8秒钟装了800次，这在家对着镜子练了多久啊？当然，更多的是替陈飞宇感到尴尬，明明就是一个阳光少年，做自己就好，非要在那里装大佬，演技和心理素质还不过关，硬生生将自己装成了笑话。这黄金8秒，咱们的美国太子爷到底给观众们演了一场什么戏？是小学生扮演霸总过家家的游戏吗？又油腻又拉眼，干嘛非要整这么一出？好好坐在座位上看活动不好吗？非要像小学生一样耍帅，未免也太幼稚了。当然，从陈飞宇4不像霸总的表演中，吃瓜发现陈飞宇和陈凯歌长得是越来越像了，尤其是凸起的嘴巴，和陈凯歌简直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一样。陈飞宇在点燃你，温暖我中留下的帅气形象，怕是已经被这些神操作消耗殆尽了。要知道，前段时间陈飞宇因为和不知名女友的床照满天飞，被大家所不齿。这要是换做其他人，出了这样的事情，事业大概率会跌入谷底。毕竟作为一名公众人物，最重要的就是要爱惜自己的羽毛，做到表里如一，成为真正的大众偶像。不过这些年，随着明星们获得的收益越来越高，他们早已在欲望的河流中迷失了自我，总觉得自己高人一等，在生活作风上更是一片混乱。不管年纪小的偶像，还是早已步入中老年的实力派，总有一些人不着调。陈飞宇这样一个经受过严格家教的美少年，也不能免俗。在这样一个金钱和欲望横行的圈子里，陈飞宇这种平日在家里连上饭桌都得听陈凯歌指挥的听话男孩，也早已发生了改变。他在年纪很小的时候就和粉丝睡在了一起，甚至还被拍到光着膀子靠在女生怀里张着嘴睡觉的照片。床照一共有3张，一张是陈飞宇熟睡的大头照，浓密的头发，完美的眉形，挺翘的睫毛，一眼就可以看出是陈飞宇。语气洋洋，生怕网友们质疑这不是陈飞宇，还特意做了脸部细节分析，比如陈飞宇腮边痣和耳朵形状，他都单独做了对比，陈飞宇想抵赖都不可能。第2张是陈飞宇身边的女生和熟睡的陈飞宇的床上合照，两人都没有穿衣服，貌似是女生趁着陈飞宇睡着后特意拍照留念。这张照片中的陈飞宇依旧是熟睡状态，但女生却很清醒，睁着一双漆黑的大眼，留下了足以锤死陈飞宇的证据。第3张也是女生和陈飞宇的合照，这次的陈飞宇歪着头，依旧睡得很沉，压根没想到女生会拍照吧。第2张和第3张照片中，女生虽然刻意只拍了自己的半张脸，但依旧被眼尖的网友们认出她是女网红，是依林丫。就在5月25日，玩玩狗仔葛思琪直接曝光了他和网红是依林丫的聊天记录，硬是将他重新推上睡粉的断头台。葛思琪称，陈飞宇和是依林丫2019年就认识了，首次发生关系是在2020年3月份。
而曝光的这段聊天记录事件是从2021年4月9日开始的，具体时间是9日凌晨。这天恰好是陈飞宇的生日，女方先是给陈飞宇发了一段生日祝福，陈飞宇13分钟后回复他刚去洗澡了。时间来到6月14日的凌晨，这次陈飞宇主动给女方发消息在干嘛，女方回复躺着。这时陈飞宇说了一句歧义很深的话，来玩吗？看到这句话，一般人的正常反应是陈飞宇邀请他去某个地方和朋友一起玩，但是易林丫的回复就令这个猜想站不住脚了。是易林丫回复说是瑞吉吗？陈飞宇做了肯定回复后，直接给他发了一个定位，定位上显示长沙瑞吉酒店。从是易林丫的反应来看，他对这个酒店十分熟悉，两人已经不是第一次去那玩了。那么去酒店玩什么？答案可想而知。当天中午12点，陈飞宇发消息询问是易林丫昨晚怎么了，直到下午2点，是易林丫才回复说自己刚醒。面对陈飞宇的追问，他回应见面说有话不好在手机上说。聊天记录到这里就结束了。葛思琪分析，两人之间的关系并不亲密，更像是一场交易前的约定，因此他对二人曾交往过的说辞存疑。葛思琪甚至认为这段信息简洁却处处透露双方心知肚明的聊天记录就是陈飞宇睡粉的证据。另外他还认为没有哪对正常交往的男女会每次选在凌晨时分发消息，除非有不可告人的秘密。为了证明自己的推理是正确的，葛思琪硬刚陈飞宇，你明明就是睡粉，你却告诉大家是在交往。他喊话让陈飞宇将二人私下出去玩的合照发出来，发得出来他就道歉，最后补充陈飞宇你有本事你就出来。葛思琪此前爆料了不少汪小菲出轨的照片，在湾湾和内地都名声大噪，他不太可能去爆料一则无中生有的消息，去砸了自己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名声。与此同时，还有网友爆出陈飞宇最近又在聊粉了，但是此事的真假暂时还不好说，只能等陈飞宇出面回应了。目前陈飞宇方还没有任何动态，不过大概率是不会理会了。娱乐圈里没几个出了丑闻还能全身而退的，陈飞宇得算一个。床照、聊天记录都曝光了，陈飞宇的人设要崩塌了吧？但是并没有，谁让人家有个好爹妈，就算演技再差，长得再丑，作风再乱，依旧是资源不断，让人羡慕不已。本来以为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后，陈飞宇也会和其他明星一样被影视圈边缘化，可谁也没有想到，现在早就是拼爹的时代了。因为陈飞宇有一个名导父亲陈凯歌，这些事情对陈飞宇来说无关痛痒，只要继续当好听话的孩子，剩下的事情都没有问题。别人出现丑闻都是躲在一边等热度过去，到了陈飞宇这里根本不存在，跟着父亲大摇大摆的出席各种活动，最近国内的各大电影节更是一场都没有缺席。更让人意外的是，都这样了还学不会低调。这睡粉装 X 的热度还没有过去，就有网友在网上爆料，陈飞宇已经开始被家里人安排相亲了。相亲对象不是位高权重，就是门当户对的家庭。根据网友的爆料，陈红对未来儿媳妇的要求很高，不仅要求家里财大气粗，还得要求女方有过人的学历，在性格上也不能有瑕疵，必须是性格好、品行好的女孩。当然，更重要的是，身在娱乐圈诱惑太多，陈红希望自己的儿媳妇是一个懂规矩、守规矩的人。看到陈红对未来儿媳妇的要求，很多网友都觉得有些可笑，自己的儿子是什么德行，全网都知道了，还要求高学历、好性格。也有网友说，床照都满天飞了，人家好人家的女儿，谁能看得上陈飞宇？更有一些网友直言，也不看看一家子都是怎么上位的，还好意思要求人家相亲对象要守规矩，你们守规矩吗？看了网友们的留言，也不知道陈飞宇和家里会怎么想。虽然谁家也想要娶一个好媳妇，有一些要求也都很正常，可是呢，也得看看自己孩子是什么德行，小年纪就床照满天飞，还想要儿媳妇守规矩，大概是忘记了互联网是有记忆的吧。不是说对陈飞宇有什么意见，只是在看到陈凯歌一家给陈飞宇的相亲条件时，有些难以理解。作为圈中大佬，不管是资源、地位、金钱，你们已经应有尽有，在儿子的感情生活上还要指手画脚，是不是显得控制欲太强、太功利了？当然，更可笑的是，自己的上位史世人皆知，还要求未来媳妇可以守规矩。陈飞宇本人可能就是一个半大的孩子，玩心重，好奇心强。可是生活在陈凯歌这样的家庭中，陈飞宇承受的压力想来也不小。
虽然在事业上可以凭借自己的老爹平步青云，可是却也一直被陈凯歌的光环所压制。不管自己努力还是没有努力，网友们都会觉得陈飞宇的今天都是靠着陈凯歌得来的。当然，除了事业，连感情生活都要被安排，真的是替陈飞宇感到窒息。陈飞宇不过20出头的年纪，这个年纪的半大男孩，爱玩爱闹，也许会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真爱。可是陈凯歌好像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早早就开始给陈飞宇相亲，想给陈飞宇谋得一个更好的未来。当然，相亲这件事也只是网友的爆料，到底是不是真的还不一定。不过什么事情都不可能空穴来风，让我们一起期待一下阿瑟以后的另一半会是什么样吧。作为星二代，资源和财富都比普通人要多得多，甚至在和圈中自己打拼的年轻明星相比时，也占有了得天独厚的优势。这些优势应该促使自己不断进步，成为更好的自己，而不是仗着自己的资源肆意妄为，自我毁灭。希望阿瑟在未来能够吸取教训，严于律己，磨练演技，成为更好的陈飞宇。